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是上帝的安排啊，能说是有约千里再相会，是吧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是不是？嗯？你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对不对？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倒是敢做，别人敢做的事儿你都不敢做了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连死都不怕吗？那你还怕什么？现在我算知道了，你呀，根本就是个胆小鬼。蒙子辉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你是让我在大街上跪着向你求婚吗？啊？慢点。华强哥，华强哥，没想到我能在这儿碰到你，太好了，子辉，露儿姐，这么巧，我们刚回来就碰见你了。没想到我们就这样见面了。华强说你总是在帮他，我还一直说想谢谢你呢。华强啊，咱们把蒙姑娘带到哪儿去呢？露儿姐，华强哥，我听说你们俩是去乡下了，怎么样？现在是打算回来了吗？回来好啊，住哪儿呢？是还要住以前那老屋子吗？我们走的时候已经把那个房子卖了，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露儿姐，真是太巧了，正好啊，我还买了一处新屋子，也没什么用处。我看啊，不如你们去我那儿瞧瞧，那个地方和你们的老屋是一模一样，真的。啊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跟子慧姑娘走！没变样儿。多亏了蒙姑娘，要不然咱们今晚住在哪儿都不知道呢。他是个好人。是啊，蒙姑娘的确是一个不凡的女子。喂，洛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洛儿？快来，来。洛儿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洛儿？要不要请个郎中来？不要，华强，你要当爹了。什么？你要当爹了。终于有了自己的骨肉，我太爷爷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，同时他的心中也感到了一种生活的压力。他要做一个养活妻儿的男人，要撑起这个门户，才对得起父亲这个新的称号。这刘墨沙存心要断咱们的财路啊！斗吧，他爹跟我斗了一辈子，把自己斗到土里去了。我倒看看他有多大的本事。他和洋人串通起来压咱们的价，咱们要是老这么硬挺着，我看看他能挺多久。我奉陪到底。这样斗来斗去，实际上是让洋人占便宜啊！他巴结洋人，咱管不着。我的戏就是赔多少，也不卖给洋人。老爷，李管家，
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姐跟姑爷又回来了，现在在程家老屋里住着呢。这个老屋不是卖了吗？听说被蒙东赵家买了，现在借个程华强住呢。你见到小姐了吗？见到了，小姐，她又黑又瘦的。可是老爷，小姐她有喜了。什么？有喜了？鹿儿，鹿儿，看我给你买什么了？嘿，鹿。小鱼，小姐回娘家住了，老爷说不许你去看她，等你什么时候混得像个人了再去。为什么啊？你说为什么？鹿儿她是老爷把她接走的，她要是再不走，非给你在这饿死不可。我那头脑简单的太爷爷，根本就没想到一向温柔贤惠的太奶奶有一天会离他而去，而且是不辞而别。他执着地要与太奶奶见一面，为的就是亲耳听听太奶奶为什么会离他而去。这可愁坏了我的太奶奶，告诉她实情吧，让她独立成人的苦心就白费了；不告诉吧，又怕她伤透了心，再会做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。小姐，小鱼，他走了吗？走了。你骗我，他没走。还是你了解他，是没有走。他这个人真是死心眼儿。小鱼，他都说什么了？还是一定要见我一面吗？他说你是不会不辞而别的，这里边一定有什么原因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出去见他一面。哎，小姐，你又心软了？当初不就是怕你心软，那些话说不出口，才决定不辞而别的吗？你现在出去见他，不就前功尽弃了吗？说的也是，可是他，看来还是得我出去给他几句狠的。你可别心疼啊！哎，他心眼实，你可别把他气坏了。知道了，大小姐。这姑爷以后要是恨我，我也不怕，只要他知道小姐是为他好就行了。知道我为他好，不也就知道你为他好了吗？他能一边领我的情，一边又恨你吗？傻丫头，我就说呢，姑爷要是连这个都想不明白啊，那他就是真傻，傻得不透气儿。去了啊。小鱼，小鱼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于管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小姐不愿意见你。他为什么不见我？我不相信。你傻不傻你？你还问我为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。我问你，小姐自从嫁给你以后，你让她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吗？自己丢了进士，让老爷伤心，小姐还是那样无怨无悔的跟着你。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情分？鹿儿对我恩重如山，情深似海，我要用我这一辈子来报答他。如果我这辈子报答不完，我来世做牛做马，我也要报答。报答？你是怎么报答他的？是让他跟着你吃糠咽菜，每天为柴米油盐操心，还是让他跟你去乡下种地，被强盗抓到山上，差点当了山大王的压寨夫人？你就是这么报答他的？
小鱼，我知道，我对不起露儿。他怎么对我，我都不会怪他的。可是他不能不说一声他就走了的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小姐心软，她见了你肯定说不出分手的话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分手，不过就是和你分开几天，看看你能不能够自立门户。大丈夫若不能安身立命，有何面目存活于天地之间？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要是说到做不到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回来见小姐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小姐心软，她见了你肯定说不出分手的话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分手，不过就是和你分开几天，看看你能不能够自立门户。大丈夫若不能安身立命，有何面目存活于天地之间？这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要是说到做不到，我看你还有什么脸回来见小姐？哎呦！你走路不看路，想什么呢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讲。我东西都烂了，你叫我怎么卖啊？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对于一个男人来说，养活不了妻儿，无疑是颜面扫地，抬不起头来。此时，我的太爷爷真是难到了极点。我太奶奶的不辞而别，让他难过，更让他心碎。干的时候要蘸一些水，手劲要均匀。蘸点水。哎，好，这样才光滑。哎。猛姑娘。好。猛姑娘。露儿姐，啊，露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猛姑娘，你可不可以再帮华强一次？华强？华强他怎么了？哦，露儿姐，我跟你到外面去说去。啊，来，露儿姐，跟上，慢点啊。这儿就这样，脏脏的。您还是禀告一下你们家老爷吧。你就说，程华强来求见他，他一定愿意见我。老爷他说了不见你，还是到别人家试试吧。你这样对你家老爷说，你就说，我程华强是蒙自县城里头学问最好的。他要是不信的话，让他把私书拿出来，他随便挑上一句，我就能接触下去了。如果错一个字，我甘愿受罚。你就是能倒背如流也没有用。我们家请不起单朝进士。不，我不是进士，我就是一介书生。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你是被革了功名的人，是朝廷罪人。我们家少爷要是请你当先生，还能进版提名吗？话我都说到这个份上，你要是再来纠缠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哎。
你没想到吧？啊，那老头你是从哪儿找来的呀？亏你想得出来呀！我跟他说了，只要天天在那摆摊儿，我一天给他2个铜子儿，那老头的下巴都差点乐掉了。是吗？哎，不过这程华强干不了这行，那他不会去干别的？嗨，一个读书人，除了当账房先生、教书先生，他还能做什么？他想到的，我都事先替他想到，所有的路我都给他封死。我想他总不至于去卖土地吧？就算他舍下这个脸，你想想，谁要他啊？我说呀，人家又没得罪你，你干嘛要斩尽杀绝呀？哎，我记得你不是说过，他早晚要成大气候吗？等他成了大气候的时候，我再下手，那不就晚了吗？你这个人啊，可真够毒的。哎，俗话说，最毒妇人心，这都是娘子教导有方。啊，你使坏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，没你这位老师，单凭我，哪想得出这么死的招儿？嘿，你这是夸我呢，还是骂我呢？你说呢，娘子？啊？家里总不能一文不名啊，至少要有1文钱呢。程华强，今天是背水一战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找到事情做，要不就真的沦为乞丐了。还有什么脸去见鹿儿？还有什么脸存活于天地之间？蒙子慧，怎么是你啊？哎，蒙姑娘，怎么一个人来喝茶也不叫上我呀？你们法国人都像你这样厚脸皮吗？法国有很多绅士，但是我不是，我是个流浪汉，在全世界流浪，哪里有铁路，哪里就是我的家。对了，你们真的要在蒙自修铁路吗？你希望蒙子通铁路？如果我不希望，难道你还能阻止？我虽然不是个绅士，但是我懂得尊敬女士。那你到底希望不希望？哎，怎么是他呢？你认识啊？何止是认识，简直说是个老朋友呢。他曾经救过我和安娜一命，真的能说是传奇般的经历啊！你愿不愿意听啊？边喝茶边听听我和他的故事。对不起，我没兴趣。蒙子慧，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你到底希不希望蒙子修铁路啊？说希不希望？我希望你从我身边消失，永远的消失。Ah, elle me fait marrer. Quelle tigresse. Mais j'aime beaucoup. 小姐，小鱼，你见到蒙姑娘了？见到了。
他都说什么了？他说顾月这几天试过去当教书先生、账房先生，商号账簿里打杂的，可是人家都不要他。哦，他还说昨天晚上见顾月吃烧饼的时候狼吞虎咽的，大概是一天没吃过东西了，可能他兜里也没几个钱了。那他怎么不管他呀？我也这么问他，可是他说想让他长志气就不能那么心疼他，得让他再多饿上几天。小玉，你说他是不是在戏弄他呀？我看蒙姑娘倒不像是那样的人。你说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你要是不相信他，为什么要把顾爷托付给他呢？依我看他要真耍了顾爷倒也没什么，怕就怕他是真心帮了顾爷。像顾爷那样一个傻的实在的人，自然会万分的感激他，再加上本来就喜欢过他，你说顾爷会不会把小姐给忘了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你在吗？子慧，愣着干嘛？还不请我坐？哦，不，坐。哎，你这屋从来没有来过客人啊？哦，鹿儿家里的人和程喜那都不算是客人。上次你来的时候，你也没进屋来。我也想不起来有谁来过。你干嘛那么客气啊？我看你倒像个客人。来，坐下。哎，从早上起来读书，一直读到现在呢。是。干嘛那么用功啊？你不是说已经不求功名了吗？我现在读书不是为了求功名，我是为了忘了烦恼。哦，原来读书还可以消愁解闷呢。我只要一读书，我什么都忘了。那是不是连吃没吃过饭都忘了呢？你也知道。我告诉你，我小时候我就知道了。我只要小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，我只要大声的读书。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一下我就不饿了。华强，你是不是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撒过谎呢？没有。人为什么要撒谎呢？其实，有的时候撒谎，也并没有恶意的。哎，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来找你吗？是不是我大哥让你来找我的？
难道是他让我找你，我才来找你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他和阮玲已经走了，也许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不会的，他要是知道你在，他一定会来找你的。虽然你大哥的确是嘱咐我要我关照你，但是我今天不是因为他叫我才来看你的，是我自己想来的。怎么？难道你不欢迎我吗？不，我是说，你又生他气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他了。今天过来，我是想找你借几个铜钱。找我借？是啊，在路上我看见卖烧饼的挺好吃的，所以啊，就买了。可是吃完才知道我忘了带铜钱。人家做小本生意的，我也不想赊债，所以想过来找你借点钱。怎么样？几个？5个还是6个？我不记得了。到底是五个还是6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是说5个你就拿得出来，6个你就拿不出来了？啊？有这么可笑吗？哦，其实我不是笑你穷，我是笑你实在。我也不欠别人什么的，只是想知道你到底还剩多少钱了。那你怎么刚才不直接问我？是啊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实在不用绕什么弯子。华强，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那么戏弄你。来，都放好。你拿着用。好了，你跟我来。去哪儿去？我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啊。可我没得罪，不是你没得罪我。好了，不是赔罪，是我有事情想请你帮忙。我能帮你什么？不多话，来，走了，吃吧。别急，慢慢吃啊。我做的米线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好吃的话，以后就天天来吃。反正啊，这些米线要是不吃的话，全部都给糟蹋了。为什么？甭提了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给姚工啊订了2个月的米线，可是没想到他们1个月就把活儿全干完了，都走了。剩下的米线又没有办法退，就算是我们天天吃，那也吃不完啊！唉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哎，陈华强，你说我们把这些吃不完的米线拿到街上去卖，怎么样？这么好的东西，白白糟蹋了就。是啊，这就暴殄天物，罪过。就是，你真那么认为？那当然。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为了不让这些米线浪费，我们就说好了，1人1天去街上卖米线，如何？一个姑娘家，你到大街上去卖米线去，太不合适了。其实我倒不在乎，就怕我爹。你爹就是同意，你也不能去。
当初你陆二姐就想上街卖米线，我就没答应。那怎么办啊？那你去。哎，陈华强，看来只有你去了，啊？我？干嘛？你不愿意帮我这个忙啊？那算了，那我自己去吧。蒙姑娘的这一招啊，可真把我太爷爷难为坏了。他是个读书人，这读书人读的是书，心中装的是天下。可如今让这读书人去卖米线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好，我去。真的？你答应了？哎，你想什么呢？不会今天就去卖吧？当然了。干嘛？你刚答应的事儿，你现在就想反悔啊？那难能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岂能反悔嘛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今儿我们就开始卖米线，以后啊，我们的收入5-5分成。哦，这东西都是你的，你就怎么着都行啊。这样吧，4-6分，就这么定了啊！啊，对了，不管你卖的怎么样，我的那份儿，你可一定要给我的啊！还有一点啊，我必须得提醒你，你呀，小心破产。过来，你们知道4大美人吧？知道的。哎呀，你们对杨贵妃了解吗？那叫太美了！我跟你说啊，特别是喝醉酒以后，啊，哎呦，简直是如醉如痴。来，都听傻了吧？是，听好了。哟，小姨姑娘，来，进来。就知道吃，我什么时候来啊？什么时候就看见你们在吃。这话说的，那圣人都说了，民以食为天，咱敢不听圣人的吗？圣人说了那么多，你怎么就只记住这一句了？小姨姑娘，小姨姑娘，我这当大师傅的，这辈子能把这吃闹明白了，那就不错了。哎，说吧，小姐有什么吩咐啊？明天和今天一样，还是送那么多米线、菜和肉片到窑上去。记着，去的要早，别让人瞧见了。还有，也别让老爷知道。哎，我说小姨姑娘，你跟小姐搞的是什么名堂啊？我到窑上看没有窑工干活啊，喂，还送这么多米线干什么呀？这你就别管了。圣人不是说了吗？不该问的事情啊，就别瞎打听。哦，圣人说过这话吗？卖米线了，卖米线了。这照相啊，就是人过留影，雁过留声了啊。卖米线。那到了你这儿就成了人过留影。那名是虚的，留不留无所谓，这影啊可是实的。你在家里放上100年，你的贤孙子、辉孙子都看得着。你说哪个实惠啊？哎呀，你可真会拉生意啊！好，照一下。好。哎，
这不是程公子吗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这，等人呢？啊？不是。这2桶是你的吗？里面装的什么？这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这是我的啊，还是你的吧？这东西是别人的啊！怎么？没什么。你赶快忙去吧啊！你好，咱们走。蒙指挥，你好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是上帝的安排啊，能说是有约千里再相会，是吧？你觉得你很了不起是不是？啊？你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对不对？别人不敢做的事情你倒是敢做，别人敢做的事儿你都不敢做了是不是？为什么？你不是连死都不怕吗？那你还怕什么？现在我算知道了，你呀，根本就是个胆小鬼。蒙子辉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我怎么不明白呢？你是要我在大街上跪着向你求婚吗？啊？真不可思议啊！嗨。读书人又怎么了？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是不是？啊！你敢顶撞太后，敢跟洋鬼子谈判，敢把到手的功名都扔了，你胆子不是挺大的吗？你别人不敢干的事你都敢干。怎么连老婆婆能干的事你都不敢干了？不就是吆喝几声吗？不就是吆喝几声吗？怎么了？能把你吆喝死啊？你不是什么都敢干吗？你怕丢脸？卖米线是丢脸，你吃不上饭你不丢脸？你不丢脸啊你养不活妻儿你不丢脸你？没出息的东西，没出息的东西。你当初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不一头撞死在集团店上？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把在菜市口里把你砍了？为什么？为？什么？他就那么在大街上站了一天？是啊，他也不吆喝，谁知道他想卖米线啊？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？自己没卖过吗？还没见过别人卖啊？他哪里是不知道啊？他这不是要面子，张不开嘴了呀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要面子？都饿肚子，
肚子都顾不上，还顾面子。你是不知道他们这些读书人啊，他们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。还是猛姑娘说的对，再让她多饿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可是饿了，她不是可以吃米线吗？卖不出去，不正好留着自己吃吗？天气这么热，他一定不知道把米线放在阴凉的地方，那还不得馊了？米线馊了，他又得饿肚子。饿不死，猛姑娘说了，今天啊早上她吃了一大碗呢。猛姑娘还说了，她气色也蛮好的，头发也一根没少。说吧，你还想知道什么？猛姑娘还说什么了？有没有说她瘦了，或者说可怜什么的？哦，说她傻得可爱。傻得可爱？她说她可爱了，以前她总是瞧不起她的。哎呀，她是说她傻得可爱，又不是说她可爱。你呀，既然让人家帮忙，就不应该吃人家的醋嘛。谁吃醋了？死丫头！那明天还让红蝶友去送米线吗？怎么不送？天天送。这人要是窝心的时候啊，是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。转眼之间，一大桶的馊米线都吞进了我太爷爷的肚子里。有多难吃，你完全可以想象。这难吃还算好的，更难的事儿还在等着他，那就是要去见猛姑娘。请订阅频道，帮我们留言、按赞、分享。